国与国之间的冷战和对立将会导致大国退出联盟，比如联合国、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货币组织等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2020年的新冠疫情还在一波接一波的肆虐，预言也被一次一次的证实，有时似乎是巧合，但没人知道这种巧合到底根源在哪里。而在预言发布的时候，也会受到不同意见者的下架。阿比亚在他的视频当中也多次的吐槽，而正因为如此，他也曾多次的解释争辩，但于事无补。阿比亚自己创建了网站，在那里可以更任性一点点。而他的离开大有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味道。说到这里，似乎老川也有这样的味道。OK， 还有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拿督郑伯健预言大师，他的预言也是多次得到验证。最近的几个事件都和拿督的预言不谋而合，比如中印边境再起波澜。据传闻，有印度报及环球时报胡锡进有进一步的发布评论，说是中国士兵迷路后被印度方面扣押，还不知道事态是否进一步的扩大。还记得咱们的奇叔狠哥的预言吗？ 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印尼客机在1月9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失联，疑似机上62人不知下落。印尼的官员称，星期六，一架载有60多人的喷气式客机在从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起飞之后，几分钟便坠入了爪哇海，使这个长期受到空难困扰的国家重新的受到了关注。这些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近期阿比亚和拿督郑伯健的预言，确实感到不寒而栗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拿督郑伯健是何方神圣。拿督是马来西亚一些国家对有功人士的一种头衔，册封的标准是对国家有杰出的贡献，并由皇室成员或者是政府推荐。这个头衔主要是用来鼓励和奖励那些对某些领域做过杰出贡献的人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熟悉羽毛球的话，那你一定知道大马羽毛球一哥李宗伟，他就有拿督的头衔。郑伯健是马来西亚杰出的年轻企业家，同时呢也是一位预言家。他钻研玄学、商业学、科学等等结合在一起，超过15年的时间。而他的预言根基是综合了中西方的玄学，包括易经、八字、奇门遁甲、西方占卜学、数字学、预测学等等。近年来，郑伯健也多次拿到了世界级的奖项，比如2016世界非凡成就奖、2018创世纪年度人物，以及2019年最具影响力的网络企业家等等。在2020年，拿督提出了多达14个预言，其中有13个已经应验，其中包括肺部疾病，会有类似于 SARS 的病毒袭击人类，世界性的裁员危机，虫害，全球停顿，多国封城，政局大洗牌等等。关于拿督郑伯健，咱们在以前的视频当中呢也讲过多次。针对他对最近的所出的预言，咱们来掰扯掰扯。拿督郑伯健在最近发表的对2021年的预言当中，一共有15条。拿督郑伯健以2021年辛丑年的值年卦为山火贲卦作为开端，对经济、自然灾害和人祸3个方面做出了预言。山火贲卦比喻是山林青松茂盛，百花齐放，但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山下很快就发生了大火，往上烧，让上面的山林露出了下面的土，本来的真面目也就呈现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15项预言。1. 后疫情时代，拿督认为病毒不会一夜消失，2021年3月开始，疫情会有所减缓，再加上疫苗的普及化，更多的人会有抗体。但是
可能会有新的病毒出现，所以疫情不能够完全解除。随着近期出现的英国和南非的变种病毒，相信2021年人类还要与病毒共存共舞。第二点，动物大瘟疫，人类的疫情尚未结束，动物的病毒却极有可能发生。若控制不当，将会有另一场的大瘟疫，届时很多的动物会被屠杀，而且呢，并非是自然死亡，尤其是六畜、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。近期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野生的水貂感染了新冠病毒，很快的，随着食物链，冠状病毒感染其他的动物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假如真的如拿督所言，六畜出现了大的瘟疫，人类除了担心病毒的变种，病毒由动物再一次传染给人类，我们还要担心，如果六畜都被感染了，人类吃什么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。第三点，国家对立、冷战、贸易战、战争。那么疫情之后，许多的国家面对着困境，所有的签署条约会被视若无睹，多国为了转移视线、资源抢夺等等，将会更容易的爆发冲突或者是战争。第四点，国际组织失势，国与国之间的冷战和对立将会导致大国退出联盟，比如联合国、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货币组织等等。第五点，社会病态，身体方面注意脾胃和心理健康，尤其是心理疾病。第六点，贫富的悬殊造成的动乱，那么中产阶级将会大幅度的减少，贫富的鸿沟日益扩大。当社会失去了阶级经济平衡的时候，多年来的秩序会被颠覆。这个咱们曾经讲过，门塔的 K 型经济预言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一点，非常的相似。第七，恐怖主义大屠杀，恐怖主义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，2021年可能会卷土重来，甚至会发生大的屠杀。那么第八点，空难，有可能是大型的飞机失事的空难，或者是航空业的劫难。刚刚讲过的预言，那么在印尼就出现了。Oh my god， 嗷嗷狠。第九点，尸体寻获，谜团解开。那么遗失了一段时间的飞机或者是大型的特殊物品会被寻获，许多的谜团也将会被解封。一提到尸体，小伙伴们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的呢？就是2014年3月8日莫名其妙的在雷达上消失的马航370那一个大的班机。当时3个国家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和中国动用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，在班机可能经过的路线进行搜索。经过3年的搜索行动都一无所获。最终呢，在2017年的1月17日，3国的交通部长联合发表声明，马航370班机的搜索工作暂告终止。如果真的如拿督的预言，尸体被寻获并解开谜团，对班机上的家人、朋友以及其他关注此事的人也算是一个安慰，一个交代。第10点，大企业倒闭、大裁员。疫情肆虐1年之后，企业倒闭潮呢，其实还没有达到顶峰。2021年的经济还会更加严峻。第11点，经济大崩盘，尤其是2021年的下半年，现在的股市涨、货币上升、油价回稳等等，这种经济复苏的现象都是一种假象，投资者必须格外小心。拿督认为，在歌舞升平上半年，那么呢是经济崩溃下半年，仅为一家之言，绝对不能作为你投资的依据。12，气候变化后遗症，由于人类不停地破坏大自然，自然界将以极端的天灾惩罚人类，包括风暴、旱灾、地震、火山爆发等等。第13点，大风暴、大洪灾。2021年的天灾大部分与风离不开关系。第14点，电脑系统大瘫痪。2021年会有世界性的电脑系统大瘫痪、世纪电脑病毒出现，或者是骇客窃取高度机密信息，威胁多国的现象。不知道这个还是否会再发生，但是美国大选期间的倒霉你投票机以及 SolarWind 太阳风系统被黑客
侵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甚至造成了多少人为此而离职、撤职，或者是隐恨离开。而美国的大选的混乱不堪，也是让人感到唏嘘。第15点，文明革命新秩序，世界会迎来更大型的文明革命，原有的规律和秩序将被改变，加上疫情的影响，恐惧、忧郁、报复等等负面的心理就会悄悄地在世界各地蔓延。随着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事件，都是有可能触发社会动荡和纷争的一个导火索。那么拿督提出了应对方法，拿督郑伯健针对他的预言给出了应对方法：一、提早的做好风险管理；二、不要被表面的假象迷惑，那么要注意自我分析、自我理解；第三，找回真正的自己，伪装将会被发现，并且被打回原形；第四，心存善念。正如神童阿比亚的建议一样，希望大家可以心存善念，平安健康的度过2021年。那么拿督郑伯健的视频链接或者是相关的信息链接，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，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去查看。好的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out。